我到底要买 Pro 还是买 Air 呢？这里面其实有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那身为一个 iPad Pro 前代的使用者，我为什么要换这一次的 iPad Pro M4 的版本呢？大家肯定还忘了更新的一个东西呀。Hello， 大家好，我是糯米。那在前几个月呢 ，iPad Pro 跟 iPad Air 迎来了更新，我呢也换了一台 iPad Pro。直到了今天呢，我使用这个 iPad Pro 已经画了不少的图跟不少的案子之后呢，我今天呢终于可以好好的拍一支影片来跟各位分享。以前的我会跟各位讲说买 iPad Pro 就对了，现在的我还是一样买 iPad Pro 就对了。可是我这样想也不太对，这就好像是你问我要推荐什么设备，我一律都推荐买最顶规的就对了。这样子对各位来讲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呢，今天这支影片就会来好好的跟大家一一的分析。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画画人，正在考虑要买哪一个 iPad 来作为你的画图工具的话，这一支影片对你来讲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就以市售上最新款的2款来去做比较 ，iPad Air 跟 iPad Pro 11寸跟13寸的那个无印版本的 iPad 的话呢，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首先，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我的 iPad 到底能够用多少的图层？那为了测试不同的图层数目我来到了 Apple 的直营店101店。那我们可以看到 iPad Air 的起始容量是 128G，iPad Pro 的起始容量是 256G。首先，我们先打开 iPad Air 11寸，然后 A4 的大小300 dpi 的时候，最多图层有116。那 iPad Air 13寸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甚至呢开了 A3 大小的尺寸，300 dpi 有56个图层。那我们来看看 iPad Pro 11寸的图层数目呢，非常意外的 A4 大小一样也是116 ，A4 大小一样也是56，iPad Pro 13寸的部分也是一样 ，A4 大小是116，A3 大小是56。无论你买 iPad Air 或者是 iPad Pro， 它的起始容量的机型在 Procreate 当中可以使用的图层数目是一样的。我想这可能是因为 iPad Air 也用了 M 系列的晶片吧。选择的容量也是有差异性的哦。像我之前用 iPad Pro 是 1TB 的话呢，它拥有最多的图层数目，因为 1TB 的所使用的记忆体跟 256GB 所使用的记忆体是不一样的，记忆体越多，所使用的图层数目就越多，这也影响到一个关键那就是价格。1TB 的 iPad Pro 跟 256GB 的 iPad Pro 那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为了要让使用的图层越多，所以花了更多的钱去买一台 iPad Pro。我是不知道值不值得，但就我而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呢？但其实我画这些作品的时候，所用的图层数目可能不到10张的图层而已。没错，这个就是在炫耀我自己的能力很厉害。但是撇开这个不讲，这个部分就需要考虑，真的是需要花那么多的钱来去购买所谓的图层数目，或者是说将自己的能力提升之后，我可以用了更少的图层数目来完成一张漂亮的画面，这个就由各位自己来去考虑看看啦。再来，图层数目之外呢，大家最在乎的就是萤幕要买大或者是买小。以前的话我都会说买大不买小，但是现在呢 iPad Air 跟 iPad Pro 它同时间出了13寸跟11寸的大小，就陷入一个焦灼。就我自己画图经验来讲，我一律是买大不买小。虽然小的带出去很方便，但是我们要画的画面有时候可能会超出 A4 大小甚至到 A3 大小，所以我希望说我的萤幕上面呢可以看得出越多细节越好，以确保我在输出成 A3 大小的时候是有一定程度的细致度的。11寸的大小，在我们把调色盘拖到画面上面的时候，我的手如果再放上去画图，眼睛能够看到的画面就变得越来越少了。13寸的部分，即使我的手放上去遮挡到了画布画面，也不会说非常的大。
那到底萤幕要买大的之后，我到底要买 Pro 还是买 Air 呢？这里面其实有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大家在画图的时候会觉得，都一样是13寸，可是画起来好像不太一样。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是笔的问题哦，有些人会觉得是我双手的不对，应该不会用2只手画画。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萤幕更新率。我们用慢动作来看 iPad Pro 的部分，它可以紧紧的跟住你的笔尖，所以你在画图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到非常的丝滑，非常的顺畅，有点像是拿笔在这一块 iPad 上面涂鸦。那我们来看看 iPad Air。笔刷的部分快有点跟不上笔尖，在左右滑动画面的过程当中 ，iPad Air 滑起来就是比较钝，那 iPad Pro 滑起来就是比较丝滑。如果你是重视丝滑体验的感觉的话呢，我非常推荐 iPad Pro， 因为它的画图的那个过程当中，最接近你手绘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你才会很容易投入在画画当中，画出一张漂亮的作品。Promotion 好像听起来好像还好啊，真的有必要为了这个功能去拉高自己的预算吗？我举一个例子，萤幕绘图版知名大厂 Wacom 最新出的绘图萤幕也是一样，每秒120张，但是它的售价我记得要价都逼近了10万，但是呢，它只是一块萤幕而已，你能不能跑120张，还是得看你电脑的功力。但是呢 ，iPad 怎么样？能够120张，萤幕的细致度又非常漂亮。你买了一台 iPad Pro， 就相当于你在用很高级的绘图萤幕在画画，而且还省下了买电脑的钱呢。你说 iPad Pro 很贵，相比之下，好像都觉得还好了，对吧？iPad Air 的核心呢，来到 M2 版本，那 iPad Pro 是使用 M4 的核心，那这对画画来讲，会不会有什么差异性呢？答案是没有。无论你是 M2 版本的 iPad Air， 或者是 M2 版本的 iPad Pro 就是上一代的 iPad Pro， 论核心来讲，完全是没差别。因为画画这样的一个等级的核心来讲，有点杀鸡用牛刀了啦。如果你是为了 M2 或者是 M4 在抉择的话，还不如我刚刚所讲的图层数目、萤幕大小跟萤幕更新率，这个完全是可以剔除在外。那身为一个 iPad Pro 前代的使用者，我为什么要换这一次的 iPad Pro M4 的版本呢？你不是说核心这个部分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吗？大家肯定还忘了更新的一个东西呀！我手上的这一支笔更新成 Apple Pencil Pro， 苹果这一招真的是聪明啊！让旧版本的 iPad 都没有办法使用 Apple Pencil Pro， 然后 Pro 的更新，真的对我画画的人来讲非常的有感觉啊！前一代的 Apple Pencil 呢，它的快捷键就只有敲敲点2下，那新一代 Apple Pencil Pro 呢，它的快捷键除了敲敲这2下之外呢，还是着捏这个动作。那这个部分很关键吗？我觉得可有可无啦，有总比没有好。一刚开始我知道它那个快捷键新增了一个捏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开心。但我发现到一个问题，我们平常画图的时候手已经够酸了，结果我现在还要出力，这是一点。那如果我把它调轻一点好了，只要捏一下下就会跳出快捷键出来，那这样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在画图的过程中不小心可能有些地方要细细的刻，然后不小心笔捏的太大力，你的设定的快捷键就嘣就出来了，真的是超级麻烦。设定的太轻，它会很容易误触；设定的很重，你的手都会很酸。老实讲，我这个功能是关掉的因为我的右手有点不太舒服了。为了避免我这3只手指头在捏的这个过程当中加剧我手腕的不适，所以呢，我这个部分把它关掉了。但是为什么还是会说 Apple Pencil 改成 Pro 的时候，真的是让很多画图的人为了要用这支笔而换了一台 iPad 呢？改变最大的地方在于它的笔尖是可以转笔的。对于一个从手绘起家的创作者来讲，看到这样的一个改动，真的非常的开心呐！因为以前我画亚克力的时候，我都是用扁笔来去画我的图。这种我用 iPad 的时候，就会觉得我每一次要去画它的纹理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顺手，我都要去转动我的画布。但是现在呢，我可以转动我的笔头就好。在画方块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知道笔头可以旋转有多么好用。因为我们在着色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笔刷是有纹路的。那如果可以先旋转笔尖，依照的我们要画的内容物的形体架构来去描绘，这样所留下来的纹理更能够帮助我们塑造我们所画的物体的形状。就像这个方块。那接着我们来画画看苹果。苹果画完之后呢，我们又可以用笔触来去塑造苹果的这个形状，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纹理是有帮助苹果的塑形。在我画图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甚至没有旋转过画布，只要旋转我的笔头，然后找好颜色，就可以画出漂亮的苹果出来，真的是超级方便的呢。那很多人就会疑问，换了我的 Apple Pencil Pro， 可是问你那个转笔的功能却没有展现出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呢，你要点开笔刷到笔刷工作室的里面，找到形状，在旁边输入的方式选取方位角以及侧转啊，打开来之后呢，你的笔尖的形状出现在 iPad 上面的时候，它就可以依照你笔的转动来去做旋转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用。好了，那讲到画画的笔之后，你一定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Apple 的笔就很贵啊，那买副厂的能不能呢？可不可以推荐一下有没有副厂的哪一个的牌子比较好用呢？如果你是要画画的话，那我真的拜托你不要买副厂的任何一支笔。就我目前所知，没有任何一支副厂的笔有支援感压功能。如果你只是做笔记的话，那我觉得买副厂OK 啦。但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拿来画图，那我真的非常非常建议不要买副厂。很多人就说，那我不能先买副厂的试试看画画看吗？说不定可以画画，拜托，差价也不过是2000多块，甚至 maybe 3000块好了。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很喜欢画画的人，终究会买原厂的。所以，为何一刚开始就不买原厂的呢？这才是真正省钱，可以享受画画乐趣的选择啊！做个总结一下，无论 iPad Pro 或者是 iPad Air， 它都有支援最新版本的 Apple Pencil Pro。那要 M4 的效能还是 M2 的效能呢？这一点跟画图其实是没有差。萤幕更新率的部分的话，我很确定的一定是选 iPad Pro， 无论是11寸或者是13寸。萤幕大小的话呢，我选择买大不买小，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有更多画图的空间，更方便的来去画画。那么图层数目的话呢，就看各位手头上面的预算啦。但是对我来讲，我会选择最少容量的 iPad 就好了，无论是 iPad Air 或者是 iPad Pro。如果你是担心你的作品数量太多，塞爆你的 iPad 的容量的话呢，这一点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到现在使用的容量也不超过256GB 的一半。如果你想要画画，然后预算真的非常有限的话，我推荐 iPad Air 13寸。它虽然没有萤幕更新率120张，但是它支援最重要的 Apple Pencil Pro， 然后画面又够大。如果你的预算可以再拉高一点点，想要享受在挥洒笔刷的时候最流畅的感觉的话呢，那就购买 iPad Pro 11寸的。虽然牺牲了萤幕的大小，但是呢，基本上来讲都跟13寸的差不多。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职业的插画家，打算靠这个行业谋生的话呢，我非常非常非常推荐你就直接换成 iPad Pro 13寸的版本吧，对你来说绝对是最好的。好了，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边啦。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啦。祝大家都能够买到最适合自己的 iPad 来学画画啦。要学画画的话呢，要找哪一位老师呢？我是糯米，我们下次见啦，拜拜。